如果你现在不看，那就算以后再看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巴菲特写信给我们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会发现很奇怪啊，这95岁的老头呢，这一次居然碰了政治，而且还警告说，如果财政愚蠢盛行哦，美元的价值就会蒸发。所以很多人立马就冲出来解读啊，说现在连巴菲特都觉得美元将会变得一文不值了。但同时呢，他们却又会拿这张图出来告诉你，巴菲特现在持有了历史以来最多的现金。那这不就是很矛盾吗？就是如果你觉得美元会变成废纸，那你会不会还去卖房、卖股票、卖车、卖你的那些包包，然后套现，拿着大量的美元啊？这不就是傻了吗？正常人是不是应该尽可能的把手上准备变废纸的美元赶快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或者去买一些像黄金一样的避险资产啊？但巴菲特还真的这么做了，所以到底是这老头太过爱国了 ，You jump I jump 了，还是说他在说谎呢？还是真如他所说的，拿这么多的现金只是留给他的接班人去大展身手呢？还是说其实大部分人都解读错了呢？我告诉你，这并不矛盾啊，因为这将会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布局。很多人说啊，投资有风险，但是在巴菲特的这场布局里面，你会发现，投资对于有视野的人来说呢，从来就没有风险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邵医生。其实大部分人看的这张图呢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你说现在巴菲特持有了历史以来最多的现金，但请问这张图哪一年他不是持有了历史以来最多的现金啊？就是你仔细的往前看啊，他每一年手上的现金呢，都几乎比过去拿的现金多啊。很简单嘛，就是以前你一无所有的啊，一分钱都没有，但是你去年逆天改命了，投资赚了100万，那你手上是不是就持有了历史以来最多的现金啊？然后结果你今年再赚了300万，你今年是不是也持有了历史以来最多的现金啊？所以这只能证明了巴菲特赚的现金越来越多啊。还有，你20年前拿着100万美金，你就是百万富翁了。那现在100万还算是富翁吗？你随便买套房子都要100万美金了。所以现在要1万身价才叫富翁的时候，那巴菲特有越来越多的现金，不是很正常吗？所以我们真正要看的呢是这张图，很简单的，这图呢就告诉你，巴菲特手上的现金占据了他总资产的比例。也就是说啊，如果我卖资产套现了，那现金占据资产的比例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呢，这张图蓝色那条线就会往上涨嘛。如果巴菲特买资产了，那就是反过来嘛，蓝色那条线呢就会跌下去了。那这图呢才是有意义的嘛？就是说啊，如果你有100万，你拿着1万的现金，那你持有现金的比例是不是只有1%啊？但是如果你只有2万，你拿着1万，你这比例是不是50%啊？所以我们真正要看巴菲特他在买资产还是卖资产，其实看的是这张图啊。然后你就会惊讶的发现，为什么巴菲特他是股神的原因了。比如说05年，我们是不是看见他持有现金的比例比过去的高啊？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08年金融危机嘛。然后在08年的时候，他持有现金的比例就下降到了几点了？也就是说，巴菲特提前了3年去卖资产拿现金。然后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呢，他手上现金的比例呢就跌到了谷底，也代表他把现金花了出去，抄底了资产嘛。所以巴菲特一生里面呢，赚大钱最快的时候呢，就是08年时候抄底赚回来的。然后20年疫情美股熔断的时候呢，也一样，他其实早就在几年前开始慢慢的去卖资产了，所以他持有现金的比例呢就越来越高，直到20年之后呢，他的现金比例又跌到了谷底了。也就是他又抄底买资产了。然后到23年美联储升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持有现金的比例呢又涨了上来了，直到现在他持有现金的比例呢跟05年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合理的推断出巴菲特现在所说的，他准备把这么多的现金留给接班人去花啊？如果说啊你能推断出这个结果的话，那么你应该不要管巴菲特做了什么，你只需要无脑的去买股票就 OK 了。因为00年的时候呢，巴菲特就错过了互联网股票暴涨，去年的时候呢，巴菲特也错过了 AI 股票暴涨。而如果说你推断出来的结果是巴菲特他会不会跟08年一样持有天量现金去抄底呢？如果你相信巴菲特他用一辈子来证明给我们看，跟他做的是相反的人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的话，
那么你这辈子其实只需要看他这一次写给我们的信就可以了。因为过去的信现在呢只能从事后的角度去看，只能做参考嘛。而这一次是他最后的一封信，他可以提醒我们，像08年一样的抄底机会呢，可能呢也只剩下最后一次了。但这样的抄底机会，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只需要这一次，就足以让身价翻无数倍了。如果说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的牺牲品，甚至希望可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为什么巴菲特要在警告美元变废纸的同时，他现在还不断的卖资产拿现金啊？其实这并不矛盾。为什么？严格来说呢，巴菲特他真正持有的不是美元，而是短期美债。只是因为短期美债它3个月最多呢也就1年就到期了，而且它可以随时拿去卖，随时可以变成现金，所以短期美债呢就被叫做现金资产。你这样理解，水跟冰是不是一样的？好像是一样的，但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那现金呢就好像水一样，而短期美债呢就好像冰一样，只要融化了就会重新变为水了。所以巴菲特他现在持有的是天量的现金资产，这里面美元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他拿着更多的还有这个短期美债啊。所以上一集讲的，巴菲特在美国升息的时候呢就卖掉了股票，然后把套现出来的天量美元拿去放这个高利贷，借给了美国政府。他拿着的其实是美国政府的高利贷欠条啊。而美国政府呢，因为全世界都在减值美债，越来越少人愿意把钱借给你美国10年、20年了，所以长期美债价格呢这几年就暴跌了。那美国政府钱不够花，又没有人借钱给他的时候呢，那就只能向资本家借短期的高利贷了。所以巴菲特他把钱借给了美国政府没有错，但他不会借给你10年、20年的，而是要你美国政府你3个月、半年，最多就1年，就要把钱连本带利的还给他了，而且还要付5%的利息。这些详细的你可以看上一部影片啊。那这是巴菲特的第一步，就是去放很快把钱收回来的高利贷。那现在他的第二步在做什么呢？就是告诉你美元的价值会蒸发，对吧？很多人呢就只看到这后半句话，然后呢就得出结论，就是他们永远不会去看前半句话的。各位，今天如果你再吃糖，你的牙就会烂掉。那这句话的重点是不是我觉得你的牙会烂掉啊？不是嘛？重点是我在警告你不要再吃糖了，对吧？同理，人家巴菲特说美元要变废纸了，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它是有上半句话的啊。这个上半句呢，就是如果财政愚蠢盛行，才会有这个下半句，美元价值蒸发啊。也就是说，巴菲特他其实不是在警告我们这个美元会变废纸啊，他是在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你再不出手的话，美元就会变成废纸了。也就是说，巴菲特他是在催美国政府，你是时候出手了。这区别能听懂吗？那巴菲特想让美国出什么手呢？我们只看结果嘛。结果就是巴菲特的这封信刚发布，美股就已经连续暴跌了几天了。什么意思呢？美国政府现在面对的就是钱不够花，同时钱也还不起了，对吧？这个呢我就不再解释了。那么他们可以做什么去解决呢？首先就是增加收入，多赚一点钱嘛，比如说增加关税。但这个钱呢，不是说赚就能赚的，能不能赚到钱，能赚多少钱都不好说的。所以他可以做的其实就是减少支出，而以前减少支出最快的方法呢，就是降息啊。我美国把利息降下来了，那美国政府欠的债是不是就可以瞬间减少啊？但是上一集也说了，你现在利息这么高，都没有人借钱给你的时候，你还把这个利息降下去，那还有谁借钱给你啊？也因为这样，现在美联储都只能说不能再降息了。也就是说，以前降息可以瞬间减少支出的这个方法，现在用多了也已经无效了。这就好像吃药一样，你第一次生病啊，你吃1颗药就好了。但是当你第2次生病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吃3颗药才能好。等到你第10次生病的时候，你吃100颗药也没有效果了，因为你已经有抗药性了。所以呢，就只有第2个方法，就是让美联储扩表印钱，然后借钱给美国政府花嘛。这样做的话，美元呢就可以贬值了，那么美国要还的债呢就变得不值钱了。
比如说我欠你$100，但美元因为印钱所以变多了，钱变多了就贬值了。以前的$100了，现在只价值$50了。所以以前我欠你的$100，是不是等同于现在我只需要还你$50啊？那么同样的道理，你美国政府这样借100还50了，那谁还会借钱给你啊？等到最后没人借钱给你政府了你解决的方法还是只有一个，就是继续的让美联储去印钱，然后借钱给你去花，对吧？到那个时候美元呢就会懒发，然后就真的变成废纸了。所以重中之重来了，巴菲特史无前例的警告美国政府，让他去出手，其实不是让他马上降息，也不是马上扩表印钱，而是要先找到人接盘美债，然后再去降息和印钱了。那么方法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美股下跌。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呢，你美国的经济很好嘛，那做生意的公司呢都赚大钱了，那我们投资是不是就要以进攻为主，去投资你这些公司的股票，分走你赚回来的钱嘛？而经济不好的时候呢，你做生意都赚不到钱了，那我在投资你公司的股票，我不等同于跟你一起去承担亏损吗？所以我就会把资金转移到可以给我们带来稳定回报的资产上面，也就是买美债，借钱给这美国政府。也就是说，美股跟美债是一对跷跷板。所以当现在全世界的钱都因为觉得美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好，然后就把钱都囤在美股上面的时候呢，那么只要让美股下跌了，这些钱为了去避险，就会转移过去美债，也就是说，把现在美股里面的钱赶过去美债，这样就有人借钱给美国政府了。那么要赶多少钱才够呢？现在美国每一年都要多借1-2万亿美金，所以是不是说美国至少要从美股抽走1-2万亿美金，然后才能填上他们美债那个坑呢？那么如果美股被抽走了1-2万亿美金，那会不会出现崩盘呢？而巴菲特手上持有的美债，当大部分的人都抢着去买的时候，是不是就出现暴涨了呢？这时候巴菲特是不是就可以在高位把他手上暴涨的美债卖掉，然后一个反手把放高利贷收回来的钱呢，拿去抄底美股暴跌的优质公司呢？而最后美债有人接盘了，美股呢却暴跌了，那美联储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扩表印钱去救美股呢？而扩表印出来的钱是不是也会透过银行降息，以接近于零的利息再借给巴菲特这些资本家，让他们去进一步的抄底美股，推高股价呢？00年是这样的，08年是这样的，20年也是这样的，那今年呢？也就是说，巴菲特他可以吸走3笔钱。第一呢，就是在美国高息的时候放短期的高利贷给美国政府，基本上呢没有风险。第二呢，在美股暴跌、美债暴涨的时候呢，他可以在高位卖掉了暴涨的美债。第三呢，在美联储扩表印钱还有降息的时候呢，他可以低成本的借钱，然后抄底渐慢的美股，推高这个股价。所以美国政府他可以怎么出手把这钱从美股赶到美债啊？其实很简单，我们要怎么去判断美国的经济好不好啊？然后去纽约街道看一下繁不繁华吗？当然不是啊，我们是要去看经济数据嘛。就算去年我们都知道美国失业很严重，满大街都是流浪汉，但美国的就业数据还是符合预期的嘛。那么这些经济数据是谁发布的啊？美国政府啊。所以我们结果说话，最近美国的经济数据几乎就没有一个好的数据，什么美国房地产指数、制造业指数、服务业 PMI 之类的全部爆雷了，还有通胀也上去了，再加上现在那么多美国的大企业都在继续大幅度的裁员，美国政府呢也在大幅度的裁员。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当企业精英还是公务员这些好工作，你面临的就是可能被 fire 掉，所以失业的预期呢也上去了。那当大家都没有工作，收入减少了，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现在也创了3年的新低了。所以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呢？就是美国政府公开的告诉你，美国的经济不太好了，有可能呢陷入衰退了，然后呢美股呢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而美债呢开始反弹上涨了。那经济衰退只是美股下跌的根啊，想让美股崩盘呢，还需要黑天鹅的出现，比如说08年雷曼破产，20年的疫情嘛。那今年会有什么潜在的黑天鹅呢？我其他影片说过，我就不多说了，比如说 AI 泡沫、商业房地产。
但其实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些只是让股市崩盘造成恐慌的一个借口罢了。真正的原因呢，就是把全世界接盘美股的钱赶到这美债。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把钱投到美股，然后长期持有，就永远不会亏损嘛。甚至如果你不懂投资的话，巴菲特更推荐我们直接买美股大盘的指数基金，比如说 SPY、QQQ、VOO 之类的，对吧？然后巴菲特呢，就在去年亲自把自己少数买进的 SPY、VOO 全都给卖了，全都套现了，持有天量现金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股神在轨道上面他看见火车要来了，他也会去躲也就是说，投资呢是要择时择势的，因为经济呢是有周期的。今天告诉你一只股票，你拿着它5年呢就可以翻1倍了，永远不会亏损的。但是你买了之后，前4年呢都在暴跌，那你要不要继续的拿着呢？结果你真的拿了5年了，但是它还是继续的跌，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卖呢？你卖了之后，它第6年就真的翻了1倍了，那你怎么办呢？你不但浪费了5年的时间，这5年里的钱不知道贬值了多少了，而且你看见其他股票有机会，你还不能卖，因为你一卖了就出现亏损了，对吧？当年中国的龙头股阿里巴巴就跌了5年了，现在终于涨了，但是才刚回到最高价的1/3所以择时跟择势重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都在打游击战的原因，因为我们比巴菲特更灵活他们的股票要提前1年，我们只需要提前1秒，所以我们可以赚了钱就跑了嘛。也因为这样，这一轮美股的暴跌我们1分钱都没有亏。然后你思考一下，如果一只股票你买它失败的概率呢是99%，那你要不要投呢？大部分的人都摇头了，对吧？但是为什么你就不去问一下，你投这只股票亏钱的话亏多少，赚的话赚多少呢？如果今天我投了100只股票，有99只都是亏钱了，但每一只我只是亏1万，我是不是就亏了99万？但只要我有一只赢了，我就可以赚1000万。那么我最后还是赚900多万呢，对吧？所以我亏的99万是不是只是我投资的成本呢？所以胜率呢是很重要，但赔率也同样很重要的。我们的方法简单来说呢，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看见这个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也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场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投资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因为我们将会在这个月下架了。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这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如果你错过了之后呢，里面任何的福利都将要取消了。所以巴菲特很直接嘛，就在心里面告诉你，我们的投资策略呢是以美国为中心了。不过有一个小但是很重要的例外，就是我们对日本的投资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巴菲特主要呢是透过右手去吸美国的血，而左手呢就是继续伸过去日本。什么意思呢？之前讲过，巴菲特在日本非常低利率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在日本发债借钱，然后用这些从日本人手上借来的钱呢，拿去收购了日本人的5大商社，然后让日本人去替他打工赚钱。细节呢可以看之前的影片嘛。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次巴菲特的信，就知道他这笔投资永远不会亏的原因了。他原话呢是这样说的：格雷格呢多次与他们会面，我定期关注他们的进展。这5家公司的每一家在适当的时候呢都会增加股息，当合理的时候呢都会收购自己的股票。什么意思呢？首先，巴菲特现在他已经是5大商社最重要的股东了，也就是说这5大商社就是为巴菲特服务赚钱的，所以巴菲特就会派这个格雷格，也就是他的接班人，过去跟5大商社去会面，然后自己呢在远方关注他们的发展。这其实就是说就算巴菲特他老了，但依然呢可以监视这些公司的，甚至还可以影响他们的经营和决策。这个呢就先保证了这些公司不会那么容易就做倒闭了。然后重要的来了，就是这5大商社承诺会适当的时候增加股息，
合理的时候回购自己的股票，这什么意思啊？适当时候增加股息。那我们去看一下，原来这五大商社每年都在不断的提高分红，现在他们给到巴菲特的分红呢，已经是巴菲特贷款利息的7倍了。也就是说，巴菲特他收日本人分红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收7块，还钱给日本人的时候呢，他只需要去还1块啊。而更重要的就是这五大商社会在合理的时候回购股票。各位，什么才叫做回购股票合理的时候啊？那当然是股价下跌的时候啊。这句话再直接一点，就是巴菲特现在买了五大商社的股票，然后五大商社就承诺，在他们的股价下跌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用公司里面的钱拿去回购股票。再简单来说呢，就是兜底，就是接盘嘛，不让这个股价跌下去啊。也因为这句话呢，其实这五大商社已经暴涨了80%了。为什么呢？今天你是投资人，你是基金经理，那么巴菲特他布局的股票，你要不要也跟着去布局啊？很简单嘛，今天你跟着买亏钱了，你可以跟买你基金的客户说啊，没办法啊，连股神也一样亏钱了。但赚钱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你的功劳了。而且这五大商社不就承诺了吗？股价跌的时候，他们还会去兜底啊，那还怕什么亏钱呢？所以其实巴菲特他过去几年投资日股的时候呢，就吸引了很多外资基金也一起跟着过去买日股了。然后日本人的股市呢，大部分都是外国资金去买的，也就是说日股的上涨呢，大部分的钱都不是日本人赚的。那如果这些人不跟过去买日股，日股不涨，那巴菲特怎么办呢？他除了赚走了这个分红之外，他还可以赚日元升值的钱嘛。这几年美国升息，日本降息，所以很多人呢就在日本借钱，然后存到美国的银行赚高利息嘛。也因为这样，大家卖日元买美元，日元呢就暴跌了。直到去年呢，日本升息的时候，钱呢就重新从美国回流到日本了，日元呢就直接暴涨了15%。也就是说，巴菲特买的日股就算不涨不跌，他原地卖股票，然后拿日元换回美元，他都能赚15%。而这呢只是开始啊。刚才说了，如果美股崩盘了，加上如果日本继续升息，无数的资金呢就会加速的从美国撤回到日本。而这个时候日股能不能涨，我们不能断言嘛。但日元呢就有很大的概率涨上去了。到那个时候，巴菲特他也不需要卖日股，只需要拿手上的股票拿去抵押，抵押出升值的日元，然后换回贬值的美元，然后呢再去抄底崩盘的美股。所以整个逻辑呢很简单的，就是美元前几年升值嘛，日元贬值嘛，所以巴菲特就伸手过去了日本，借日本人的钱抄底了日本的企业，赚走了日本的现金流，替自己呢去存子弹。而后面如果美股崩盘了，美元贬值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从日本把升值的日元拿去换贬值的美元，再抄底贬值的美股。所以他一直以来呢都是玩这种跷跷板的，你涨了我就布局其他不行的地方，你不行的时候呢我就回来抄你家。而且他赚了永远是稳赚的钱，他买的是公司而不是股票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跟那一家公司去谈判，甚至他自己就可以决定那一家公司给他多少钱，多少的股息啊。所以很多人都在笑巴菲特，但是你去思考一下，如果这一次美股崩盘了，美元崩盘了，最大的受益人会是谁啊？那么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把一部分的美元拿去布局这日元、黄金、比特币作为避险的用途嘛。而美股呢，我们就以游击战的策略去玩，也就是以短线为主。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呢，就已经把重心去布局港股了，比如说小米，还有今年的阿里巴巴。其实逻辑也是一样的，都是跟巴菲特一样在存子弹。我们都在等美股现在在调整的时候，可以出现一个新的方向和趋势，到底是跟我们推理一样会崩盘暴跌呢，还是说调整结束之后继续的涨上去呢？两者的结果呢都不会影响我们的行动了，因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拿着其他市场赚回来的钱重新布局美股嘛。对于巴菲特来说，美股是第一大的战场，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的。只是火车快撞到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是先离场嘛，保护好自己的本金嘛。所以原则上，巴菲特他是大户，我们是散户，我们的玩法和计划呢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投资的策略都是如出一辙的。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去学的技能，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的免费股票投资班，那么你一定要在这个月教学和福利下架之前
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而事情的发展是不是跟我们的推理一样呢？我们后续又会怎么样去调整布局呢？时间的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了。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